我看到一个新闻，一个人因为工作太累，身体出了状况，于是辞职休息了3个月，想让自己好好调整一下状态。后来他重新开始找工作时，却发现这3个月的空白期成了求职路上的绊脚石。招募人员一听说他连续休息了3个月，就觉得他不够可靠，直接把他刷掉了。类似的报道还不止这一件。有些人为了不让自己的保险记录中断，根本不敢停下来休息几个月，从25岁一直干到65岁，几乎没有喘息的机会。想想看，人生中那些真正能改变轨迹的决定，往往需要在完全自由、彻底放松的时候才能想明白。如果一直埋头工作，从来不给自己留出长时间的空闲，人就很难进入那种深度思考的状态。结果就出现了一种让人觉得有点无奈的情况。有人为了保住工作、维持保障，从来没敢休过长假，日子过得太紧绷，根本没空停下来想想自己的未来是什么样子，只能跟着大部队一起努力，挤在狭窄的赛道上彼此竞争，忙得不可开交。我觉得不管是求职的规则还是保险的体系，这些都是别人早就定好的框框，你一旦跳进去，就等于把自己交到了别人手里，想怎么摆弄你都行，像是案板上的鱼，毫无还手之力。其实呢，人完全可以不上班，就算你选择上班，也不一定非得老老实实走求职这条路。比如我以前找工作的时候，就从没让自己陷入和其他求职者挤破头竞争的局面。我通常会直接联系老板，完全绕过招募那一套流程，或者顶多在招募那里意思一下，走个形式。我瞄准的基本都是小公司，因为老板更看重我能给公司带来什么实际好处，而不是盯着我的简历挑刺，问我换过几次工作，或者中间休息了多久。后来我自己开了公司，就更不用受传统求职规则的约束了，想怎么做就怎么做，想休息多久就休息多久。这种宽松自由的环境并没有让我变得懒散或者干脆躺下不干，反而激发了我身上更多的可能性和活力，做决定的时候脑子也更清醒更灵活。至于保险那些东西，我根本没打算靠什么养老保险来给自己养老，不管是公家的还是私家的保险，我都不太信得过。我的晚年生活得靠自己去筹划去安排，至于医疗保险也不是万能的，真正有用的进口药基本上报不了销，想用就得掏真金白银，或者直接出国去看病。所以我很早就放下了这些顾虑，根本没打算让自己掉进他们设好的圈套里，那些粗糙的限制对我来说完全不起作用。如果你是那种瞻前顾后，害怕这害怕那的人，我建议你先试着找那种放手去做的感觉，或者培养一点不信邪的心态。别人说的话，你先在心里打个问号，然后自己去摸索去证实。这样一来，你的生活会慢慢变得主动起来，自己也能更有掌控权。比如有人宣传泰国很危险，日本不安全，美国也有风险，你知道他们想干什么吗？我不好讲得太明白，我只想说，凡事得自己亲眼去看。你想了解一个地方，就得亲自到那里，别指望光靠耳朵听就能弄清楚。网络上那些乱七八糟的消息，还有吓唬人的新闻，最好一概别信。每次我看到有人被虚假资讯吓得犹犹豫豫，不知所措，甚至满心恐惧，我就觉得特别替他们难过。他们宁愿相信别人塞给他们的想法，宁愿一辈子被别人牵着鼻子走，也不愿意勇敢一次去追寻事情的真相，活出自己的样子。这样的状态，连神仙都帮不了他们。我觉得人活一辈子，最重要的不是被动的接受，而是主动去探索。工作也好，生活也好，别老想着别人会怎么看你，或者害怕自己偏离了所谓的正轨。就像那个辞职3个月的人，他选择休息是为了让自己更好，可结果却被招募的条条框框挡在门外。这种现象其实很普遍，很多人为了符合别人眼里的可靠，硬生生把自己逼进了一个死循环。他们不敢停下来，不敢给自己喘息的空间，生怕一松懈就失去了什么。可实际上，
真正让你失去方向的，不是那几个月的空白，而是从没停下来想清楚自己到底要什么。我以前也遇到过类似的困境，那时候我刚毕业，找工作时也是过投简历，跑招募会，跟一大群人挤在一起等着被挑。后来我发现，这种方式根本不适合我。我不想把自己的未来交给一个不认识的招募人员，让他随便翻翻简历就决定我行不行。于是我换了思路，直接去找那些能拍板的人聊。我会先研究一下公司的情况，弄清楚他们需要什么，然后直接跟老板说，我能帮你们解决什么问题。这样的方式让我少走了很多弯路，也让我更容易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。开了公司之后，这种自由度就更大了。我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，想是什么新想法就是想给自己放个长假就放。有人可能会觉得这样是不是太随意了，会不会让自己懈怠下来？我倒觉得恰恰相反，当你不用被外界的规则绑住，反而能更专注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。就像我有时候会连续几个月不给自己安排工作，专门用来读书、旅行或者单纯发呆。这种时候，我的思路反而更开阔，很多以前没想明白的问题，都会在这种放松的状态下找到答案。再说回保险的事，我有个朋友特别信赖保险体系，觉得只要每个月交钱，老了就能安心。他每次跟我聊这个，我都忍不住想笑。保险公司的宣传听起来很美，可真到需要的时候，能不能兑现承诺，谁也不知道。我不是说保险完全没用，而是觉得把自己的未来全压在这种东西上，太冒险了。相比之下，我更愿意把钱攒下来，或者投到能自己掌控的地方，比如买点资产，或者学点新技能。这样即使将来有什么变故，我也有底气应对，而不是指望别人来救我。其实，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，很多时候我们都被别人设好的路牵着走。求职要按部就班，保险要年年续费，稍微偏离一点，就会被贴上不可靠的标签。但这些规则是谁定的呢？还不是一群人为了自己的利益，设计出来让大家照着走的。你要是老老实实按他们的剧本演，最后累得半死，可能还没活明白。所以我一直觉得，人得有点不服输的精神。别人说你不能休息，你就偏要试试看。别人说某个地方危险，你就自己去走一趟，看看是不是真的那么回事。比如前几年，网络上老有人说东南亚乱得很，出门就可能丢命。我不信，自己跑去泰国住了几个月，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。当地人挺友好的，生活成本也不高，日子过得比国内还舒服。后来我又去了日本、美国，每次回来都觉得网络上那些说法大多是夸张出来的。真正了解一个地方，还是得靠自己的眼睛和脚，而不是耳朵听来的二手资讯。当然，跳出这些框框不是件容易的事。很多人害怕改变，害怕万一失败了怎么办？我能理解这种心情，毕竟谁都不想把自己搞得太狼狈。但我觉得最大的失败不是试了没成功，而是从来不敢试。就像那些一辈子不敢停下来的人，他们看似稳妥，可到头来却发现自己一直在为别人打工，为别人的规则卖命，却从没为自己活过一天。所以不管你现在是打工还是自己干事，我都建议你偶尔停下来，给自己留点空白。别害怕别人说你不可靠，也别太在意那些所谓的保障体系。真正能让你站稳的是你自己的能力和胆量。只要你敢去试，敢去闯，很多以前觉得过不去的坎，其实都没那么难。人生是你自己的，干嘛非要按别人的剧本走呢？今天先分享到这里，如果对你有帮助，欢迎按赞订阅智慧补丁，超越自我，完善人生。